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3月20日，许久未露面的程毅分享近况，称回老家过年休整了一阵，也在为新工作做准备，已提前恢复部分训练。3月20日，程毅在直播里轻描淡写地提了一句，说回老家过了个年，休息了一阵子。这话听着挺平常是吧？可你仔细品品，一个当红演员，在春节这种黄金曝光期，选择彻底消失，回湖南怀化辰溪的老家待着，这事儿本身就不简单。更不简单的是，他紧接着补了一句，没敢放肆吃喝，已经提前恢复训练，为新工作做准备了。就这一句话，评论区直接炸了，全是他又开始了，内卷天花板名不虚传的感叹。为什么大家反应这么大？因为这不是他第一次这么干了。2025年那会儿，就有媒体扒出来，程毅在1个月的假期里，足足上了25节健身课。当时就有人算过，平均下来几乎每天1节课，这哪是休假，这分明是换个地方搞特训。这次过年，他嘴上说是休息，结果一露面，网友火眼金睛就发现，他非但没胖，下颌线反而更清晰了，整个人清瘦了不少，但眼神亮得很，精神头十足。这状态明显就是休假是备战的成果。所以你看，自律这件事，在程毅这儿根本不是人设，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习惯，一种哪怕在家过年，面对爸妈做的年夜饭都能绷得住的职业惯性。这种自律直接挂钩的就是他的新工作。他直播里没明说是什么，但恢复体能这4个字已经释放了强烈的信号。了解程毅的人都知道，他接角色向来是肉身随戏。拍电影《营救汪星人》的时候，他能为角色暴瘦15斤。拍《莲花楼》时，那些行云流水的打戏，背后是日复一日的武术训练。现在他明确说要为新工作恢复体能，这新工作大概率对形体、对体力有极高要求。武侠、动作，还是他提到过想尝试的探险题材，无论哪一种，都意味着他又要对自己下狠手了。这可不是空穴来风，看看他那些待播的存货，就知道他为什么不敢松懈。英雄志里的卢云是个历经坎坷的文人侠客，角色跨度极大，文戏武戏都吃重。为了这个角色，程毅进行了长时间的高强度训练，甚至导致旧伤复发。另一部《赴山海》剧情设定涉及3种人格，为了精准区分不同人格的状态，他每天要进行长达4个小时的专项肢体训练。这些戏都还没播，但准备工作早在去年甚至前年就开始了。演员的档期是连续的，一部戏的结束，常常就是为下一部戏调整状态的开始。所以2026年春节的这次恢复训练，很可能就是为下一部未知的硬核作品提前埋下的伏笔。说到待播剧，就不得不提《两京15日》。有眼尖的网友对比发现，拍《两京》的时候，程毅的脸部状态相对圆润一些，应该是为了贴近朱瞻基某个时期的人物设定。而现在直播里这个清瘦的样子，很可能已经跳脱出那个角色，进入了新的创作周期。这种随着角色需要，体重和体型上下浮动的能力，是方法派演员的基本功。但能做到像他这样迅速且精准切换的，在年轻一代里并不多见。这不仅仅是意志力，更是一种专业的素养。我的身体是角色的工具。这次露面还有一个变化被大家热议，发型风格变了。有人说换了发型，配上这个精瘦的状态，感觉像是重新认识了一个升级版的程毅。外形的变化往往是内在状态调整的外显。2026年1月，程毅与合作多年的欢瑞世纪合约到期，
随后成立了个人工作室。这个时间点非常微妙，合约到期意味着事业进入一个全新的、自主权更大的阶段。成立个人工作室，则意味着他需要更全面地规划自己的艺术路径和商业版图。这个时候，形象上呈现出一个更清爽、更利落，甚至带点重塑意味的崭新面貌，无疑是一种无声的宣言。他的商业动作其实也早就透露出这种升级的苗头。就拿《英雄志》来说，剧组为他饰演的卢云定制了一把佩剑，后来这把剑的复刻版在电商平台发售，程毅亲自为他录制了一段冷兵器鉴赏的音频课程作为赠品。这件事很有意思，它超出了简单的明星周边范畴，粉丝买的不仅仅是一个道具复制品，还附赠了演员对角色的理解、对历史知识的钻研成果。这背后是程毅个人专业储备的输出，也是其商业价值从流量变现向专业价值变现的一次微妙试探。自律带来的专业形象在这里直接转化为了更具深度的商业影响力。我们回看他过去的角色轨迹，这种升级的诉求一直存在。从青云志里精彩绝艳的林惊羽，到琉璃中破碎感十足的雨丝凤，再到莲花楼里看透世事的李莲花，他一直在试图打破古装美男的单一标签。他自己多次在采访中说过，想尝试所有没演过的角色类型，悬疑、探险等等，并认为演员的脸该为角色服务，而非成为标本。所以，现在的瘦和发型改变，很可能是在为某个更具突破性的角色做外形上的清零准备。毕竟，一张太过熟悉、带有固定印象的脸，对塑造一个全新的人物有时是一种障碍。2025年，程毅凭借《长安24计》《赴山海》等作品，在热度与口碑上都有扎实的收获。尤其是《赴山海》，一人分饰三角的挑战，让业界和观众都看到了他在表演上的野心和潜力。这种肯定，或许也推动了他必须在2026年迈出更大的步子。演员这个行业如逆水行舟，停留在舒适区，很快就会被后来者淹没。程毅显然深谙此道，他的自律、他的休假式训练、他的形象更新，都是在对抗这种下沉的力量。这次直播还有一个细节很容易被忽略，他说回老家过年，休息了一段时间。在娱乐圈，休息常常是奢侈的，尤其是对于上升期的演员。能坦然地把休息作为一个近况来分享，说明他或许在心态上也进行了一番调整。早年他经历过很长时间的沉寂，跑过很多龙套，奶奶告诉他要坦然接受一切，顺其自然。如今在事业的高峰期，他依然选择周期性回归老家，回归那种朴素的生活节奏。这或许是他保持心理平衡、汲取能量的一种方式。高强度的工作需要极致的自律来支撑，而极致的自律又需要平和的心态来滋养，否则难以持久。老家就是他心态的充电桩。所以，当我们看到直播里那个跑动轻快、笑容明朗的程毅时，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瘦了的明星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在事业关键转折点上，用近乎严苛的肉体管理来迎接新挑战的职业演员，是一个通过回归生活本源来校准心态，以求走得更稳更远的清醒个体，是一个试图通过外形的细微改变，向外界传递我已准备好下一个篇章信号的创作者。他的每一块肌肉，每一寸消瘦，都写满了对下一个角色的承诺。这个过程没有煽情，没有口号，只有直接、客观、具体的行动。回老家，休息、训练、调整、准备，这一切都发生在2026年这个春天，发生在他与老东家合约结束、独自起航的这个当口。
所有的动作都精准地指向一个方向，在可控的范围内，将自己打磨成更适配于未来作品的形态。这就是诚意分享的近况，一份关于自律、修整与职业进化的冷静报告。